公馆里，我猛地扯下旗袍衣襟里挂着的那个苏绣平安符，指尖剧烈颤抖。这是我资助了3年的残疾贫苦学生苏曼送我的，她那双本该残疾的腿，如今正轻快地在我的卧房外走动，而我却在租界医院的病床上，生生耗尽了最后一点精气。这符里藏着蛊毒，你快死了，害你的人却要长生了。临床老妈子冷笑着告诉我，原来她送我平安符是要我的命。找到母虫，把平安符放回去，你就能活。当天，我拖着病体潜入那间阴冷发霉的房间，将那枚认了主的邪物悄悄塞回了他母虫的身边。苏曼，你想拿走我的东西，看你能不能受得住这万古钻心的回头礼。我强撑着病体从医院溜回家，公馆里没人，先生去沪上谈生意了，而苏曼也去女子师范学校上课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径直向他的房间走去。我和先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认识苏曼的。他虽然考上了师范学堂，但是家境贫寒，无力负担学业，而且身上有残疾，一直坐在一个破旧的藤编轮椅上。我和先生看他可怜，于心不忍，决定资助他。他虽然出自山村，但是很会来事，姐姐长哥哥短的叫着。虽然坐在轮椅上，依然努力打扫卫生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。我轻轻推开苏曼的房门，向里面张望了一眼，里面没人。我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，因为紧张，我的心脏顿时扑通扑通地跳。我觉得阴森森的，透着股子就是老宅的霉味和一股子莫名的香灰气。我按照病房里那个裹脚老妈子的吩咐，开始寻找母虫的位置。在医院的时候，我要扯下平安符的时候，那老妈子按住我的手，她告诉我说，蛊虫还在休眠，半个时辰之内是可以摘下来的。但是我戴的时间太长了，蛊虫和我血肉相连，一旦摘下来，不消2刻钟之内必须重新戴上，否则必死无疑。除非我能找到母虫，把平安符放在母虫身边，蛊虫会舍弃我，那样我才能脱身。可是母虫在什么地方呢？我根本不知道母虫的样子，只能没头苍蝇一样乱找。我还不敢翻乱苏曼的私物，越找越焦虑。我的身体本就虚弱，心跳越来越快，最后我感觉脑袋一阵眩晕。我伸手要扶住那张红木西式写字台，但是没够到，我的身子一晃，晕倒在地上。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吓了一大跳。苏曼那张雕花架子床底下有个人，那是一个陶土烧成的泥娃娃。我遇见苏曼的时候，他怀里就抱着这样的泥娃娃，我心里一动，把泥娃娃拿出来了。泥娃娃很丑陋，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来，但是他的后背上画着淡淡的纹路，和我平安符上的纹路一模一样。内心深处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个泥娃娃很亲近，仿佛见了亲人一样。一定是蛊虫影响了我的心智，母虫多半就在娃娃里面了。我咬了咬牙，握住了平安符，打算将它摘下来。反正平安符不摘，我也活不了多久了，倒不如赌一把。病房里那个老妈子告诉我，平安符放在母虫附近后，我要立刻远离，只要12个时辰之内，我不重新戴上，就和蛊虫脱离关系了。而蛊虫吸食不到我的血气，必定会失主。平安符是苏缎缝制成的，像是一个小小的香囊，用一根红绳。我把平安符从身上拿下来的那一瞬间，感觉心口一阵丝丝落落的刺痛，像是扯下来什么东西似的。我把平安符挂在泥娃娃身上，又塞到了床下。顿时，我感觉身子有些轻松，我心里微微一喜，扶着床沿站起来，转身想要出去。结果我一转身，看见苏曼站在房间门口，正直勾勾地看着我。安姐姐，你在我房间干嘛呢？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我结结巴巴地说，我帮你整理一下房间。苏曼更怀疑了，她盯着我的眼睛说，帮我整理房间？安姐姐，你从来不做这种事的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她侧了侧身子，从我身边走过去，进了她自己的房间。她的眼睛不断地向周围瞟，似乎在检查房间。我后背上出了一身冷汗，如果被她发现我把平安符挂在了泥娃娃身上，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以我现在的这副身子骨，也根本不可能逃跑。想到这里，我急中生智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苏曼果然被我吸引了注意力，她的眼睛里只有好奇，并没有多少关心。我擦了擦眼泪说，今天我去西医院了，大夫说我油尽灯枯，恐怕活不了多久了。苏曼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得意。安姐姐，你要放宽心，好好休息。你看我的腿，先天残疾，可是我现在却好了。我不仅能走路了，今天还参加了女士学堂的运动会呢。她确实很健康，很有活力。我记得她刚刚来的时候面黄肌瘦，双腿严重畸形，可是现在她容光焕发，而且漂亮了不少。与之相反，我却形容枯槁，像个活鬼。回想下这一切，都是从她送我平安符开始的。我叹了口气，擦了擦眼泪说，苏曼，我一直拿你当亲妹妹看待，我活不了多久了，所以来你房间坐坐，想亲手帮你整理一下被褥。这个理由勉强把苏曼搪塞过去了。我又拿出来大洋支票本，对苏曼说，另外我想再给你一笔钱。苏曼顿时眉开眼笑，安姐姐，你对我太好了。我给她签了一张3万大洋的支票，她开心地搂住我。我得去医院继续做检查了，回头再说吧。苏曼还沉浸在拿到钱的喜悦中，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。我快步向门口走去，只要出了门，只要离开这里，离开苏曼，时间到了以后，蛊虫就和我彻底脱离关系了。我会恢复健康，苏曼会被反噬，我的人生会重新回到正轨。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，
我又是紧张又是欢喜，手心里都出汗了。我的手放在黄铜门锁上，轻轻一转，房门打开了，外面凉爽清新的空气吹在我脸上，我迫不及待地向外跨了一步。可就在这时候，我的胳膊被苏曼抓住了。安姐姐，你的平安符呢？刚才怎么没看到？那一瞬间，我的心一片死灰，我结结巴巴硬着头皮说在身上。苏曼却用力拽了我一下，我虚弱的身子转过来，他盯着我的脖子看了一眼，顿时急了。平安符呢？我也看了一眼，假装惊讶地说，哎呀，平安符呢？好像丢了。苏曼顿时气急败坏地说，安姐姐，你怎么能把平安符给遗失了呢？那是我送你的贺礼，你这般轻慢，岂不是太辜负人的一片真心了？他这种态度让我心里一沉，我勉强回答说，可能我太虚弱了，平安符掉在哪里了？要不然你再送我一个好了。苏曼沉着一张俏脸说，一个人只能带一个的，而且不能摘下来，要终身佩戴才灵验。安姐姐，你这身子骨本就单薄，如果不是有平安符保佑，你早就出事了。唉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我咬了咬嘴唇说，我出去找找，看看是不是掉在外面了。苏曼却拦住我说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我一直在看着你。你进我卧房的时候，平安符还在，出来之后就没有了。看来平安符是掉在我房间了。我心里一沉，他一直在看着我吗？你进去了约莫1刻钟，咱们快找找吧。他找得很仔细，任何角落都不放过，眼看着就要找到那张雕花架子床下的泥娃娃了。哎呀，我找到了，我把提前准备好的假平安符从柚木地板上捡起来了。这个假的平安符是我从城隍庙的香火摊子上买来的，它的模样、颜色都和苏曼那一个极为相似，只是花纹不同而已。我希望他不会认真翻看。苏曼见我把平安符捡起来，顿时大喜。我不等他仔细检查，立刻就戴上了。我假意说，这个平安符不能再掉了，我贴身带着吧。我把平安符塞到了旗袍的金口里，苏曼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嘱咐我说，安姐姐，平安符千万不要摘下来，就算每日沐浴的时候也要带着的。我嗯了一声说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想去西医院。苏曼心情大好，我送你上车。他一直送我到公馆大门口，帮我叫了辆黄包车。上车之后，我和他挥手告别，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身后，我才真的放下心来了。我靠在座背上，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。医院是不能去了，接下来的12个时辰，我要躲着苏曼。我想了想，对司机说，去远郊的饭店，距离这里最远的。1个小时后，我在城的另一头入住了一家不起眼的饭店。进了房间之后，我就插上门栓，盖着被子蜷缩在里面，紧张的等着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活下来的希望越来越大了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屋里的电话机猛地刺耳的响起来，吓了我一跳，是公馆那边打来的。我根本不敢接，我也不敢挂，我只能假装没听见，缩在床角。很久，铃声终于停下来了，但是没过多久，门缝里塞进来几张便条。安姐姐，我好难受啊，你能送我去医院吗？安姐姐，救命啊！但是我没有理他。过了一会儿，查房再次塞进来的便条，语气就冷静多了。安姐姐，我知道你看到我的信息了。安姐姐，你见死不救，真该死啊！你的平安符怎么丢在我床底下了？安姐姐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把平安符给你送过去吧。苏曼的字迹通过便条一张一张的塞进来。安姐姐，你是不是藏起来了？安姐姐，我来找你喽。你是主动出来呢，还是要我把你找出来呢？我裹在被子里，快要哭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房门砰砰砰被敲响了，我头发都要竖起来了。外面的敲门声越来越大，而且越来越不耐烦。我从桌上拿了一个烟灰缸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。我猛地把门打开，举着烟灰缸砸了过去。外面的人吓了一跳，尖叫了一声，向后退。不是苏曼，是饭店的查房。女士，你的身份证件落在前台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接过身份证件，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上了。我觉得我的腿都软了，一屁股坐在羊毛地毯上。这时候，屋里的电话机铃声大作，是我先生打来的长途电话。太太，你在哪儿啊？苏曼说联系不上你。没在哪儿，我出来办点事。是吗？安姐姐好像是在哪家饭店啊？我魂都要吓飞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，先生，你跟苏曼在一起啊？苏曼刚刚送我一个苏绣香囊平安符，感觉和你的是一对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先生还在电话里描述那平安符，而我一句话都听不进去了。完了完了，先生有危险了。医院的那个老妈子告诉过我，1个时辰之内可以摘下来丢掉，那么我有1个时辰的时间救先生。我没敢直接说，我怕打草惊蛇。我假装坐在沙发椅上，故意对着话筒报出了饭店桌上那叠信笺名字。我确定苏曼在偷听，也确定他听见了。然后我淡定地挂了电话。苏曼一定会来这里找我的，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我家公馆。我藏在了公馆大门口的花园后面。我托邻居家的使唤小子给先生递了话。果然20分钟后，黑漆大门开了。让我惊喜的是，苏曼没有跟过来。我等先生走远一点了，这才快步走过去，一把抓住他脖子上的红丝绳，用力扯下平安符，丢到了枯草丛里。先生吓了一跳，扭头看见我，又惊又喜。太太，你怎么来了？苏曼有问题，苏曼会蛊术，咱们得把他赶走。啊？太太你怎么了？
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有一只冷冰冰的手搭在我脖子上。安姐姐，你怎么在背后诋毁我呢？平安符可不能随便乱丢哦。我感觉心口像是被压了一块千斤巨石，脖子上的红绳瞬间收紧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加冰冷。安姐姐，你又在撒谎了。先生刚刚还夸我这个香囊多么精美。他将头轻轻靠在先生的后背上，让先生本能地感到一种安慰，忘记了刚才的惊慌。先生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困惑和一丝被我无理取闹的无奈。太太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慢慢谈。我看着先生那因蛊毒侵蚀而略显苍白的脸色，心如刀绞。他完全被蒙蔽了，蛊毒让他对苏曼的依赖和信任。先生，你摸摸你的脖子。先生不解地摸了摸自己的平安符，眼中闪过一丝舒适的微光。太太，这香囊很舒服，一点都不像你说的那样。苏曼得意地笑了，他知道。安姐姐，您真的该休息了。他松开了我，然后转身，假装要扶我回屋。我岂能上当？我猛地后退一步，但求生的本能让我保持了警惕。苏曼，你别想再骗我。目光扫向四周，寻找可以利用的东西。花园里的假山石是最近的掩护，我不能在这里和苏曼纠缠，我必须立刻找到林嬷嬷。他一定知道如何对付这种交换蛊的后续。我猛地转身，朝着公馆侧门的方向冲去。我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，但求生的意志驱动着我。不许走！苏曼厉声喝道，那声音不再甜美，充满了阴狠。他和先生同时追了上来，先生的动作带着迟疑和担忧，而苏曼的动作则是迅猛而果决。我冲到侧门，用力拉开门栓，一股冷风灌了进来。我还没来得及迈出第一步，苏曼已经抓住了我的衣角。安姐姐，你跑不掉的！他低吼道，力量大得惊人。我感觉那红绳又是一阵收紧，胸口传来撕裂般的剧痛，我忍不住闷哼一声，眼前发黑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从袖子里摸出了那颗固元丹，我没有犹豫，直接塞进嘴里，用力一咬，药丸的苦涩瞬间在口腔中炸开，那股药力如同烈火浇灌在冰水中，暂时压制住了蛊毒的侵蚀。我感觉身体的僵硬稍稍缓解，一股微弱的力量回到了我的四肢，我用尽全力，猛地向后一甩，我趁机挣脱，冲出了侧门。先生的呼喊声在我身后响起，太太，停下！苏曼的咒骂声紧随其后，尖锐刺耳。我跑出了公馆的范围，来到了街上。我强迫自己放慢脚步，将奔跑变成了踉跄的快走。那枚平安符依旧紧贴在我的皮肤上，我没有停下来，直奔西医院的后门。后门是一条狭窄的巷道，堆满了废弃的药箱和垃圾。我躲过巡逻的护士，沿着熟悉的路线，我的身体每挪动一步，都像是在和死神做交易。闪现着苏曼那张因蛊毒反噬而迅速衰老的脸，那是我的回头礼的威力。我坚信我还有时间，只要找到林嬷嬷，就能找到彻底解开先生身上蛊毒的办法。我终于抵达了林嬷嬷工作楼层的走廊，空荡荡的，静得有些诡异。我心头一紧，林嬷嬷不在。我快步走向她工作的小病房，轻轻推门。我走了进去，一股淡淡的陌生的香灰味。病房里空无一人，但床铺被人动过的痕迹很明显。我看到了桌子上放着一叠用油纸包好的东西，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我颤抖着手拿起那张便条，上面是林嬷嬷熟悉的笔记，但每一个字都写得极不自然。那沪上二字像是被人用尽全力才写下，若寻我三个字似乎是血泪凝成的警告。林嬷嬷被抓走了，而且她很可能是在被苏曼的人带走前，他们用林嬷嬷的性命为筹码，将我引向苏曼的老巢。我看着那叠用油纸包着的东西，没有立刻打开，我怕里面有陷阱。我转头看向林嬷嬷的药柜，里面少了几个常用的药品，瓶子的空位上还残留着一些淡绿色的粉末，那是休眠散。林嬷嬷一定是在被带走前想用它来对付苏曼的人。我将那叠油纸包紧紧地攥在手里，它可能是我唯一的希望。我迅速离开了医院，心中的恐惧变成了清醒的计划。我必须回家，先生在，他是我最后的依靠，也是苏曼下一个目标。我没有直接回公馆，而是去了城里我私下购置的一处僻静小院，那是几年前我以远方亲戚的名义买下的，只有我和一个信任的旧仆人知道。我派那个旧仆人乔装打扮，用最隐蔽的方式给先生送信。信的内容很简单：先生，我身体恶化，急需您带信物来此地相助，不告任何人。我没有提苏曼和古树，我只说自己恶化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先生在不引起苏曼怀疑的情况下，带着对我很重要的东西过来。那信物，我指的是苏曼送给他的那枚平安符。我知道他现在对那枚香囊有着一种病态的依赖，只有我能打破这种依赖，让他清醒过来。我服用了第3颗固元丹，感觉身体的虚弱感暂时被压制住。在等待先生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开始研究油纸包里的东西。我将油纸包拿到窗边，借着微弱的光线，小心翼翼地解开了油纸，里面是几张密密麻麻的符咒，以及一个用红布包裹的物件。符咒上的文字我依然看不懂，但那股强烈的辟邪气息却让我精神一振。我认出了其中一个符咒的样式，它和林嬷嬷教我的基础符咒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只是更加复杂和古老。我拿起红布包裹的物件，轻轻解开，那是一块温润的暗红色的石头，石头上刻着一个古老的图腾，
像是一条盘绕的蛇。当我握住这块石头时，我的手心传来一阵温热，胸口的刺痛感竟然奇迹般的减轻了许多。这块石头一定就是林嬷嬷留下的至关重要之物，它似乎能中和蛊毒带来的负面影响，让我体内的蠕虫暂时安静下来。我将它紧紧握在手中，感觉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我明白了，林嬷嬷是想用这块石头暂时压制住我体内的蛊毒，她用自己被抓的风险为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我必须尽快赶到沪上救出她。我开始按照符咒上的指示，用自己的血在石头周围描画出简单的保护法阵。就在我完成法阵的一角时，院子的门被轻轻推开，我立刻警觉起来，握紧了石头和符咒，屏住呼吸。来人是一个身形娇小的仆妇，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旗袍。他鬼鬼祟祟的四处张望，眼神中充满了焦虑和探究。他的身上带着一股极其微弱的香灰味。苏曼的眼线，我心中警铃大作，被派来确认我是否会逃跑，或者他就是苏曼派来保护我的。我立刻将石头和符咒塞入贴身的衣袋，然后装作刚睡醒的样子，披头散发的走到里屋。我不能让他发现我在这里发现了林嬷嬷的遗物。仆妇听到动静，立刻装作在擦拭桌子的样子，转身对我露出一个僵硬的微笑。原来太太醒了，您身体可好些了？少奶奶这个称呼让我心中冷笑。我好多了，不必劳烦你。仆妇的眼睛却在打量我，眼神中带着一种不符合身份的精明。少奶奶说您脸色不好，让我给您准备了些补品。一个精致的白瓷碗，里面盛着颜色极淡的汤水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这汤水十有八九是试探或者毒药。不必了，我没什么胃口。仆妇的笑容僵了一下，但她立刻换上了更担忧的表情。太太，您不能不吃啊，这是少奶奶特地吩咐的。她端着碗一步步向我走来，那股潜藏的微弱的香灰味依然让我作呕。我不能让她把汤水递给我，我装作身体一晃，向后退去，撞到了身后的屏风。砰的一声，屏风应声而倒，手中的固元丹被我紧紧握住，另一只手握向衣袋里的那块石头。仆妇大惊失色，立刻放下汤碗，冲过来扶我。太太，您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将手中的石头猛地砸向了他端来的汤碗，哐当一声，瓷碗在空中碎裂，汤水四溅，有几滴溅到了仆妇的脸上和旗袍上。啊，烫，好烫！他脸上的皮肤迅速泛起了一层青紫色的斑点，并且冒出了一缕极细的青烟。这汤水果然是淬了毒的，而且是能被林嬷嬷的石头克制的毒。他挣扎着想要逃跑，但我的目光已经锁定了他。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瓷片，猛地划向他的手腕。我没有下狠手，只是划开一道口子，然后用我藏在衣袋里的另一张符咒，迅速在那伤口上按了一下。那张符咒是我根据林嬷嬷教的基础知识胡乱画的，但此刻似乎被石头和固元丹的药力激发，产生了一丝作用。伤口迅速地停止了流血，但伤口周围的皮肤却迅速地变黑。他痛得瘫软在地，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。我颤抖着将那块石头从衣袋里拿出，它此刻散发着温和的暖意，我的胸口刺痛感几乎消失了。我走进仆妇，将石头在他眼前晃了晃，告诉我苏曼在哪里？他是怎么找到我的？仆妇被石头上的气息震慑住，眼中充满了恐惧。他想说什么，但似乎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封住了喉咙。我将石头贴近他的额头，说：否则我会让你尝尝被蛊毒反噬的滋味。仆妇终于崩溃了，他发出呜呜的哭声，声音含糊不清。是少奶奶，她留下了追踪印记。印记在哪儿？我追问。他颤抖着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耳垂。我定睛一看，他的右耳垂上有一个极小的几乎看不出来的黑点。原来如此，是血脉追踪。苏曼将他主骨的一部分气息，我将那块石头在他的耳垂上轻轻一碰。啊！仆妇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那黑点瞬间化为一缕青烟，消散不见。仆妇彻底失去了支撑，瘫软在地，像是被人抽走了所有精气一般。我迅速处理了现场，伪装成意外滑倒，然后打电话给我的旧仆人，让他联系医生。我不能让这件事情闹大，也不能让先生知道。我最后看了一眼瘫在地上的仆妇，心中没有一丝怜悯。我带着林嬷嬷的遗物离开了小院。先生身上的平安符也一定有类似的追踪标记，我必须在去沪上之前找到那个标记，并清除掉它。我不能让苏曼通过先生随时追踪到我的行踪。我回到了公馆，先生看到我平安无事，先是松了一口气，随后又充满了愤怒和担忧。太太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能这么鲁莽地跑出去？先生，我感觉身体更差了，那符，它在吸我的命。先生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，他看着我脖子上的红绳，眼中流露出痛苦。太太，我这就去把这东西摘下来。不，先生，你不能摘。你还记得林嬷嬷说的话吗？你摘下来，你会死的。她现在和你性命相连。先生，你不能相信我，但你必须相信林嬷嬷的话。我紧紧抓住她的手，将她拉到梳妆台前。你仔细看，这香囊上的纹路和你的肤色是不是有些不协调？先生被我拉到镜子前，他盯着自己的脖子看了很久，他似乎还带着一丝对苏曼的维护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脸颊，那里确实比以往更光滑，但也更缺乏血色。太太，我该怎么办？慢慢他。苏曼是骗子，他用蛊术控制了你。先生，你还记得我丢掉的那个假平安符吗？我用它引开了他大部分的注意力，
现在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你身上的奴虫。我将林嬷嬷给我的那块暗红色石头拿出来，放在桌上。这是林嬷嬷留下的，能暂时压制蛊毒。我们必须争分夺秒，先生，你现在要相信我，哪怕只有这一次。先生沉默了很久，他看着我因服药而略显苍白的脸，又看了看桌上那块散发着奇异暖意的石头，最终他缓缓地点了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清明。好，太太，我信你。你说我该怎么做？先生的清醒是我最大的胜利。我立刻将林嬷嬷留下的符咒展开，以石头为中心。先生，你忍住，我马上要摘下它了。太太，别怕，我听你的。我用那块石头轻轻碰触红绳，石头散发出的暖流中和了红绳的冰冷。我趁机用一根银针挑开了红绳上的死结，那枚平安符落在了桌面上。先生的身体猛地一颤，像是被从梦中惊醒。我刚才……他看着自己的双手，他在桌面上扭动着，那酥断外壳似乎都在微微颤抖。我立刻将那块石头压在了那枚香囊上，别让它动。石头上的暖流对蛊虫有极强的克制作用，那枚香囊像是被定住了一般，不再扭动。我没有给先生任何消化这一切的时间，立刻转向了公馆的内务总管。刘管家立刻备车去西医院找林嬷嬷，告诉他我需要他立刻过来。多年的忠诚让他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命令。他带着一队护卫火速出发。我将桌子上的石头和香囊用厚厚的朱砂纸和符咒层层包裹起来，如同对待最大的危险品。先生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回家，然后等待林嬷嬷的到来。回到我的卧室，我已经筋疲力尽，但心中的警报声从未停止。苏曼一定已经察觉到了先生身上的蠕虫信号消失了，他会立刻意识到我掌握了他的秘密，并且正在反击。我让先生将那枚被石头压制的香囊锁在了保险柜里，在保险柜周围布下了一道简单的隔离阵。先生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公馆，去城外和林嬷嬷会合。先生忧心忡忡地看着我，太太，我不能丢下你，你的身体。先生，我的身体只有离开这里才能真正恢复。松曼的师门一定正在赶来，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与他有瓜葛的人。他留下的血脉追踪一定还在，他会循着线索找来。我们现在回公馆，就是在等着他上门。先生沉默了，他知道我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。他看了一眼窗外，夜色深沉，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。他点头，好，太太，我们马上走。我们简单收拾了几件必需品，带上了那块石头和被严密包裹的蠕虫香囊。我们悄悄地从后门离开，避开了所有外围的护卫，让刘管家准备了一辆不起眼的改装过的马车。马车在寂静的夜色中缓缓前行，每走一步都像是走在刀尖上。我紧紧握着那块石头，感觉它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。半夜时分，我们终于到达了城郊的一处僻静寺庙。林嬷嬷已经在那里等候，她的身边还跟着一位老和尚。林嬷嬷一见到我们，立刻冲了上来，看到我虽然虚弱，但气息平稳，松了一口气。我的姑奶奶，您可算来了。她眼中含着泪光。当她看到我带来的被严密包裹的香囊时，脸色骤变。蛊虫已经脱离了先生的身体，她沉声问。我点头，并将苏曼仆妇身上发生的事情，以及我找到石头和符咒的经过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。林嬷嬷仔细检查了石头，眼中露出了惊喜的神色。这是定魂石，苏曼的师门法器，没想到竟然落在了您手上。它能镇压一切阴邪之物，对蛊毒的克制比一般符咒强上100倍。他又看了看我脖子上的红绳，那红绳依旧紧紧勒着。您这连心蛊的红绳还没有摘下来，太太，您现在不能再用蛮力了。这红绳已经和您的血脉深度融合，强行摘除会伤及您的心脉。定魂石可以暂时压制蛊虫的吸力，但要彻底解决，我们必须找到苏曼的主蛊。他转头看向那位老和尚，方丈，您看。老和尚缓缓开口，他的声音慈悲而有力。阿弥陀佛，此等邪术已入魔道，贫僧可助施主一臂之力，但需施主放下执念。放下执念？我疑惑地看向老和尚。施主对苏曼的恨已化为执念，反被蛊术所趁。苏曼的师门是蛇灵教，他们崇拜的是蛊母，以吸食生机为修炼之法。他们的主蛊便是那蛇灵母虫，它被苏曼贴身佩戴，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。要彻底解除，必须用定魂石的至阳之气，配合真言咒，在特定时刻直接摧毁主蛊。老和尚指了指我脖子上的红绳，这红绳是连心蛊的一部分。您现在体内的蠕虫气息已被定魂石压制，但红绳依旧是连接，是导火索。要想摧毁主蛊，必须先将这红绳化解。化解之法便是将定魂石与您身上的红绳一同置于阴煞之地，让天地阴阳之力将蛊毒彻底冲洗干净。这需要一个极为阴寒之地，而且时间必须精确到1刻钟。我看向先生，他坚定地点头。太太，只要能救你，我们什么都愿意做。先生和林嬷嬷立刻商议起了阴煞之地的选址。老和尚则开始为我讲解基础的静心咒，让我学着用石头和咒语来对抗蛊毒的侵蚀。我抓着石头，一遍遍地念诵着那些晦涩的咒语，感觉身体里的混乱气息正在被一点点抚平。我明白，
我不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，我正在变成一个有能力反击的战士。老和尚为我做了进一步的静心指导，他让我将那块定魂石放在胸口，与我脖子上的红绳紧密贴合。施主，你只需保持心神宁静，不要去想苏曼，不要去想仇恨，只想着你和先生的未来。定魂石的暖流与红绳的冰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平衡，我竟然在近乎麻木的平静中安稳地睡去。先生彻夜未眠，他坐在床边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他为自己的愚昧和对苏曼的轻信感到深深的自责，也为我此刻的坚强和隐忍而感到敬佩。黎明时分，他轻轻地吻了吻我的额头，然后起身开始准备我们前往古墓的一切事宜。他没有带任何多余的人，只带了刘管家和几个最信得过的护卫，他们都换上了便服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。林嬷嬷也准备了她能找到的所有草药和驱邪之物。至于那枚被严密包裹的香囊，先生将它交给了刘管家。刘伯，你带着它去城南的福善堂。我知道先生这是在做最坏的打算，并将我的安危放在了首位。我们驱车出发，向着城外驶去。古墓群地势偏僻，终年不见人烟。夕阳将古老的墓碑拉出长长的影子。我们到达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老和尚和林嬷嬷早已在等候。老和尚手中拿着一盏特殊的油灯。时间到了，老和尚沉声说道。我走上前，站在墓门前，我胸口贴着定魂石，周围的阴煞之气被石头吸收。林嬷嬷将草药涂抹在木门石缝里，先生站在我身后，紧紧握着我的手。太太，你若有任何不适，立刻告诉我。转向老和尚，方丈，请开始吧。老和尚盘腿坐下，开始诵读真言咒，咒语瞬间将周围的阴森气息压制下去。我脖子上的红绳开始微微颤动，胸口的定魂石开始发出微弱的红光，与脖子上的红绳形成了阴阳对峙。我感觉像是被撕扯成了两半。就是现在，老和尚猛地睁开眼睛，林嬷嬷立刻行动，她将准备好的引火物点燃，丢向墓门前的一处凹陷处，火焰燃起，草灰中冒出滚滚的青烟，那烟雾带着一种极端的燥热气息，与周围的阴寒煞气相撞。太太，用定魂石将红绳引至阴阳交汇之处。林嬷嬷大喊，我立刻照做，将胸口的定魂石用力按向红绳，石头上的光芒大盛，红绳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，猛地从我的皮肤上剥离下来，带着一丝血肉粘连的刺痛，它飞离我的脖子，带着一股强烈的怨念，直奔那团青烟而去。安姐姐，你休想！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从墓地的阴影中传来。苏曼，她竟然还活着！她从黑暗中冲出，她的样子比上次更恐怖，但双眼却闪烁着如同鬼火般的光芒。她看到了我脖子上剥离的红绳，也看到了那团正在被青烟吞噬的红绳。你们毁了我的心血，我要你们陪葬！苏曼状若疯魔，朝着我扑来。老和尚反应极快，他立刻起身，手中结印，口中喝道：急急如律令，妖邪退散。一股无形的屏障将苏曼挡在了几步之外。他猛地抬起手，一团黑色的雾气朝着老和尚的面门喷去。林嬷嬷见状，立刻掏出一把带着朱砂的桃木剑。呆，妖孽受死！他怒喝一声，桃木剑与黑雾相撞，发出嗤嗤的腐蚀声。老和尚借此机会再次加强了对苏曼的压制，我则趁着这个混乱的间隙，抓起了那块定魂石。那枚被剥离的红绳此刻正被青烟吞噬，带着一种同归于尽的决绝。我将定魂石高举过头顶，然后猛地对着那团青烟狠狠地砸了下去。定魂石战！我心中默念着心法，定魂石的光芒瞬间爆发到极致，石头与青烟接触的瞬间，青烟发出了尖锐嘶鸣，红绳终于在纯阳之力下化为了一缕青烟。我感到胸口一轻，那刺痛和冰冷瞬间消失，我恢复了，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。红绳的消散让苏曼彻底失去了支撑，老和尚和林嬷嬷合力施展的镇压之力将他压垮。他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哀嚎，全身的骨骼开始以一种诡异的频率扭曲，他所有的生机都化为了一股反噬的力量。现在他彻底爆发了，不，我的力量，我的生机。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，皮肤变得透明而脆弱，最终砰的一声，它爆裂开来，化为了一滩暗红色的带着香灰味的污浊之物。那污浊之物很快被地上的草灰和阴煞之气吞噬。老和尚收回手势，长舒一口气。林嬷嬷扑过来扶住我，眼中满是欣慰。太太，您没事了，您终于摆脱了。我看着那滩污秽之地，心中只有劫后余生的空虚和疲惫。先生此时才反应过来，他冲到我面前，紧紧地将我抱在怀里。太太，你真的没事了。他感受到了我身体传来的久违的生命活力。我们回到寺庙，老和尚为我进行了最后的调理。他用定魂石的余温配合几味温和的草药，为我调理被蛊毒侵蚀的经脉。我感觉身体的疼痛感迅速消退，但足以让我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刘管家按照指示将香囊送到了福善堂，他用秘法将香囊中的蛊虫彻底净化，并将其中的苏缎和红绳焚烧殆尽，以绝后患。先生也向林嬷嬷和老和尚表达了最深切的谢意。二位大师，此番恩情，我夫妇二人永世难忘。
老和尚微笑着摆手：“施主不必言谢，医者仁心，除魔卫道，乃我辈之责。”林嬷嬷则握着我的手，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。太太，您现在是因祸得福，身体虽然有损，但心性已然淬炼，以后定能平安顺遂。我向他们深深的鞠躬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苏曼用3年时间布局的陷阱，最终被我用智慧和勇气，加上贵人的相助，彻底粉碎。回到公馆，我们没有再住原来的地方，而是立刻搬到了先生新购置的那处城外别墅。那座别墅远离市井喧嚣，环境清幽，非常适合静养。先生为了让我安心，将所有事务都交给了刘管家处理，自己则全身心地陪伴着我。他让人将别墅周围布下了严密的由林嬷嬷指导的防御阵法，以防苏曼师门可能有残留的余孽。我开始过上了真正的养病生活。每天清晨，我在定魂石的温养下静坐，感受着生命力的缓缓回归。下午，我会在花园里散步，享受久违的阳光。先生会陪着我，有时候他会带上鱼竿，在不远处安静地钓鱼，不再被蛊毒影响。他享受的是垂钓本身的乐趣。我们的生活回归到了最纯粹的夫妻相处之道。先生会给我读报纸上的新闻，给我讲述他去沪上谈生意时遇到的趣事。他再也不会将我排除在外，所有的决定都会先征求我的意见。我看着他眼中的那份清明和坦荡，知道他已经彻底摆脱了蛊毒的影响。爱在经历了生死考验后变得更加深刻和珍贵。定魂石我一直贴身佩戴着，它不再像平安符那样冰冷，而是带着一种温暖的玉石质感。我开始利用恢复的精力，学习一些基础的文化知识，教我读书写字，学习一些管理家业的常识。太太，我现在更需要一个能帮我打理内宅、懂得进退的贤内助。先生对我说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利用我的天真和善良来算计我们了。我笑了，那是发自内心的轻松愉快的笑容。我想将自己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。我想，我们可以资助一些真正有需要的孩子。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我们决定在城里开设一家仁善义学，专门帮助那些家境贫寒、身有残疾但心性纯良的孩子。这既是对我们劫后余生的感恩，也是对苏曼这种恶行的最好的反抗。慈善义学的筹备工作开始了，先生动用了大量的资金和人脉，我则负责义学的日常事务和孩子们的筛选工作。我对待每一个申请的孩子都格外仔细。我深知善良和纯真有多么容易被邪恶所利用。我不再只看他们的外表或家境，而是观察他们的眼神。我记得林嬷嬷说过，邪术师会选择精气盛者下手，那么我选择的必要内心强大，不受外物干扰。在一次探访中，我们来到了一户住在棚户区的人家，那家的女儿名叫阿宁，她面黄肌瘦，但一双眼睛却异常清亮，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希望。她告诉我，她患有严重的肺病，时常咳嗽。在和她交谈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她虽然身处困境，但对周围的人充满了善意，会把自己仅有的食物分给邻居家的流浪猫。我心中一动，这孩子有着苏曼所没有的纯粹。我决定将阿宁招入义学，并为他提供最好的治疗。先生看到我如此用心，也十分支持。他承诺会请最好的西医来照看阿宁的肺病。在义学开办的第3个月，我们遭遇了第一次真正的考验。一个看似温和的、自称是巡查员的年轻人来到了义学，他声称是教会派来检查义学账目的，但他的眼神却总是不经意地扫过那些年幼的孩子们。我立刻警觉起来，因为他的身上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、极其微弱的香灰气息。他显然是苏曼师门中被派来收割下一批养料的人。我沉着应对，让刘管家拿出所有账目，并亲自陪同他查阅。我则借口身体不适，带着阿宁到后院的药房，让他帮忙整理草药。在后院，我悄悄地将定魂石放在了我们用来煮药的大锅旁。巡查员很快发现了端倪，他借口去后院查看药材的来源，径直朝我们走来。他一进来，那股香灰味就浓烈了几分。这里就是义学的药房，药材看起来不错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被污染。他阴阳怪气地说。他伸出手想要触碰我正在整理的草药，我猛地抬起头，眼神坚定地看着他。先生说，这里的药材都有定魂石的护佑，敢碰的人要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。我的话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，让那巡查员的手停在了半空。他显然没有想到我这个病号太太会如此镇定和有底气。他看到了放在锅边的定魂石，那块石头在昏暗的药房里散发着微弱的红光。他似乎认出了定魂石的来历，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。原来如此，你们竟然有此等法器，他低声说，语气中充满了忌惮。他立刻收回了手，转身就要离开。慢着，我叫住了他，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定魂石，你应该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。回去告诉你的师门，苏曼的邪术已经彻底失败，如果再敢派人来骚扰，我们不会再留情面。我没有提林嬷嬷，也没有提自己中毒的事情，只是用我们和定魂石来构建一个强大的威慑力。巡查员沉默了片刻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充满了不甘和忌惮。他最后看了一眼定魂石，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转身快步离开了医学。我立刻让刘管家将他来访的所有细节记录下来。先生看完记录，脸色铁青。这些人真是阴魂不散，幸亏有定魂石。太太，你这次立了大功。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我靠在他的肩上，感到一阵疲惫。先生，我们必须加快速度。
彻底的将定魂石的防御范围扩大，将定魂石的力量通过一些布置扩散到整个区域，将苏曼师门的一些邪恶行为以匿名信件的形式透露出去。我们知道，正义的力量是制衡邪恶的最好武器。我们不再只是被动的防御者，而是开始主动出击，来对付那些藏在暗处的邪术。医学在我们的努力下办得越来越好。阿宁的肺病在最好的西医治疗下有了明显的起色，成为了医学里最活泼的孩子之一。他对我的依赖很深，是一种纯粹的孩子对母亲般的依赖。我常常会抱着他，感受他充满活力的心跳。先生也因为全身心地投入到保护家庭和医学的事务中。我们的生活终于走出了阴霾，步入了正轨。但我知道，与蛇灵教的较量还没有结束，定魂石的出现一定引起了他们更高的警觉。我时常会梦见苏曼，但梦境不再是恐惧，而是带着一丝怜悯和警示。我开始用更积极的心态去研究林嬷嬷留下的那些符咒。在一次清理仓库时，我偶然发现了一本被先生遗忘的古籍，那本书里夹着一张泛黄的字条，阴阳交替，定魂石需相生之物方能发挥最大效用。相生之物，我立刻想到了什么。林嬷嬷看到字条后，眼色凝重。太太，相生之物指的就是能与定魂石产生同频共振的另一件法器。苏曼的师门最喜欢用双生法器，一个属阴，一个属阳，相互制衡，也相互增强。苏曼用蠕虫来试探，他自己带着的主骨就是阳性法器，而定魂石是至纯的阴性法器。如果苏曼的主骨没有被毁，他现在一定处于休眠或暴怒状态。但定魂石可以压制他。但如果定魂石能找到另一个相生之物，比如阳属性的镇物，就能形成一个平衡结界，让邪术之气完全无法靠近。我立刻明白了，苏曼的师门一定还有一件与定魂石相匹配的阳性法器。我将这个发现告诉了先生，先生立刻想到了一个地方，苏曼第一次送我的那个平安符，也就是那个泥娃娃。泥娃娃里藏着的是一个紫虫，它与主骨相连，本身就带有阳性的印记。我们当初把它丢在了苏曼的房间床底下，那里早就被烧毁了，不可能再找到了。不，先生，我们没有找到，但苏曼的师门一定找到了，他们也一定找到了那个泥娃娃，并将其视为种子。他们现在一定在用那个泥娃娃试图重塑主骨，或者用它来找到定魂石的下落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如果苏曼的师门利用泥娃娃找到了定魂石，我们立刻派刘管家去调查当初苏曼房间被烧毁的情况。很快，刘管家带回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，曾有几个穿着奇怪的人来探访过，他们似乎在搜寻什么，但最终一无所获。他们搜寻的就是那个泥娃娃。我脱口而出，他们既然找不到泥娃娃，就一定会追踪其他与苏曼有关的信物，而定魂石就是最明显的线索。与蛇灵教的较量已经从防御转为了追逐。我仔细研究了林嬷嬷留下的符咒，其中有一张寻踪符，可以用来感应与邪术相关的残余气息。我将定魂石放在符纸的中央，然后用自己的血滴在上面，集中精神，开始绘制那张寻踪符。这是一次极大的冒险，因为这相当于将定魂石的气息暴露，但我们别无选择，我们必须主动出击。符咒完成的那一刻，定魂石发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亮的光芒。符纸的边缘竟然缓缓地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延展，像是指路的箭头。是那里，先生立刻说道。符纸的指向赫然是城东，一个被当地人称为鬼市的旧仓库区。那里是民国时期各种走私、黑市交易的中心，也是最容易隐藏邪术活动的地方。先生，我们走。我毫不犹豫地说。我们没有通知任何人，只带了刘管家和几名信得过的护卫。仓库区一片死寂，空气中弥漫着腐朽和潮湿的味道。我们来到了一座废弃的、有着高大铁门的仓库前，铁门上赫然画着一个巨大的蛇形图腾，蛇灵教的标记。先生的脸色铁青，他立刻示意护卫们准备行动。太太，你退后，这里太危险了。不，先生，我必须进去。我按住他的手臂。我身上有定魂石，这是我们唯一的优势，而且我必须亲手毁掉那个泥娃娃。先生看着我眼中不容置疑的决心，最终妥协。好，但你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着我。我们悄悄地撬开了侧面的小门，走了进去。仓库内部比外面看起来更加阴森。中央的空地上，一个巨大的祭坛赫然耸立，祭坛上摆放着许多奇形怪状的陶土人偶，而在祭坛的顶端，赫然摆放着那个我们寻找已久的丑陋的泥娃娃。泥娃娃的旁边站着3个人影，他们穿着与第一次见到的面具人相似的黑袍，其中一人正是上次在古墓群出现的那个面具人。他们正在用一种复杂的仪式将泥娃娃与祭坛上的其他人偶进行连接。他们正在用泥娃娃构建新的主骨的雏形。动手！先生怒吼一声，他拔出了腰间的短刀，护卫们紧随其后，与那3名邪术师扭打在一起。我则冲向祭坛，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个泥娃娃。那3名邪术师显然也发现了我们的目的，其中2人立刻分神，想要拦截我。拦住他，别让他毁了圣物。其中一人尖声叫道。我毫不犹豫地拔出了我贴身藏着的辟邪符纸，
和那块定魂石。我将定魂石高举，狠狠地砸向了最近的一名邪术师的胸口。定魂石的至阳之气让那邪术师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，他身上的黑袍瞬间被烧出一个大洞，露出了里面如同尸体般干瘪的皮肤。他被定魂石的威力震慑，痛苦地倒地。另一名邪术师见状，转而攻击先生，他手中凝聚出一团黑色的毒雾。先生立刻用手中的短刀将毒雾引向了地面。我冲上了祭坛，那泥娃娃散发着一股微弱的但极其阴冷的香灰气息。我一把抓住了他，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。我看到了苏曼的童年，他被遗弃、被虐待，他对生命力的渴望，以及他拜入蛇灵教的痛苦过程。这些画面让我几乎要跪倒在地。这就是他走上邪道的根源。那名邪术师见我分神，猛地扑了上来，他手中凝聚着一团黑色的邪力，直取我的后心。去死吧！你毁了我们的希望！我猛地将泥娃娃狠狠地摔向了祭坛的另一侧。轰隆！一声巨响，泥娃娃砸在了祭坛的边缘，那连接着其他所有人偶的红色丝线瞬间崩断。祭坛上的所有陶土人偶在失去连接的一瞬间全部炸裂开来，连接新主骨的媒介被毁，仪式彻底失败。那名邪术师的攻击擦着我的肩膀飞过。祭坛上发生的一切让剩下的2名邪术师彻底陷入了恐慌，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连接点。先生和护卫们趁机猛攻，很快就将那名喷毒雾的邪术师制服。剩下的那名邪术师见大势已去，竟然转身就想逃跑，他想要带着这个失败的消息回去复命。先生哪里会放过他？他一个箭步追上，短刀架在了那人的脖子上。告诉我，苏曼的主骨现在在哪里？先生厉声喝问。那邪术师面色苍白，知道再也逃不掉，他绝望地低下了头。主骨已经跟着他一起消散了，他虚弱地说。当初主骨并未被完全摧毁，他在苏曼的身体里靠着吸食他的生命力维持着假死状态。交换骨的成功让主骨力量转移到了奴虫，但奴虫回归时，主骨也受到了反噬的波及，他进入了最后的自毁程序。苏曼的身体就是他的容器，他已经和苏曼的生命彻底同化了。先生和我都愣住了，原来苏曼最后自食恶果的景象并不是意外，而是主骨为了自保启动了最后的同归于尽机制。他带着他所有的邪术和那个主骨一同消散了。得知真相后，我的心境彻底平静了下来，那份强烈的仇恨和不甘随着真相的揭晓烟消云散。苏曼的下场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，与我无关。我将定魂石紧紧握在手中，它此刻的光芒已经变得极其微弱，像是完成了使命一般。我走到那名被制服的邪术师面前，告诉我，你们蛇灵教的总部在哪里？所有参与此事的人，我要一个不漏的交给官府。那邪术师彻底绝望了，他知道自己再无胜算。他将蛇灵教的巢穴、内部分布以及与地方官员的勾结情况一五一十的和盘托出。先生立刻派刘管家带着信物和口供去联系沪上警局的清流派官员，我们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猎物，我们拥有了反击的证据和强大的外援。天色渐亮，第一缕阳光照进了仓库，我看着那堆被毁的陶土碎片，感受着定魂石传来的暖意，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。这场关于生命、背叛与救赎的较量终于画上了句号，一场针对蛇灵教余孽的大清剿在沪上展开。参与其中的官员、富商以及那些妄图用邪术谋取暴利的蛇灵教徒都被绳之以法。林嬷嬷和老和尚也得到了先生的丰厚报答，他们拒绝了金钱，只求我们能真正的将义学办好，行善积德。那块定魂石我们没有交给任何人，它被先生用最厚重的朱砂和符纸重新包裹，深埋在了别墅后院的防御阵法中心。它成为了我们家庭最强大的守护神。我彻底恢复了健康，但眼神却充满了坚韧和智慧。我不再是那个柔弱易受摆布的太太，我成为了先生最得力的贤内助。医学越办越好，阿宁的病也彻底痊愈，他成为了医学里的小老师。他明媚的笑容是我最想守护的风景。几年后，民国局势动荡，但我们的别墅和医学却像是一片世外桃源。先生的事业蒸蒸日上，他利用自己对人性的洞察力，在商场上游刃有余。我们没有再要孩子，因为我深知我体内的蛊毒后遗症。先生完全理解并尊重我的决定，他将所有的爱和精力都倾注在了医学和我们的共同事业上。在一个宁静的午后，我坐在花园里，看着阿宁带着一群孩子在草地上嬉戏，阳光温暖，微风和煦，定魂石散发出的微光与阳光交织在一起。先生端着一杯清茶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拥住我。太太，你看，我们做到了。他轻声说，我们不仅救了自己，还守护了那么多纯真的生命。我靠在他的怀里，心中充满了宁静。是啊，先生，没有你的信任和支持，我早就万劫不复了。先生突然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用上好楠木雕刻的盒子。太太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他打开盒子，里面赫然是一枚苏绣平安符。这枚符的纹路和苏曼的极其相似，但没有红绳，而是用金丝绣成，看起来庄重而华贵。这是我特意请了最好的苏绣师傅绣的。我让师傅根据你当初描绘的纹路重新绣制，但将所有的阴邪之意都替换成了驱邪和镇宅的寓意。我希望它能代替你脖子上那枚带给你痛苦的信物。他小心翼翼地拿起那枚金丝平安符，用一根极细的坚韧的白玉丝线轻轻地系在了我的手腕上。
太太，从今往后只有平安和相守可以陪着你。我看着那枚金丝平安符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它象征着对过去的告别和对未来的承诺。我伸出手，轻轻触碰那枚金丝符，它温暖而坚实，不再有任何冰冷的侵蚀感。我微笑着，将那枚金丝符紧紧握在手中。先生，谢谢你。我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但充满了力量。先生将我紧紧抱在怀里，久久不愿松手。我们偶尔会去看望林嬷嬷，并送去最好的药材和资助。老和尚则云游四方，在民间默默行善。我们的生活成了一曲最美好的回归正轨的赞歌。1年后，义学的孩子们组织了一场小型表演。阿宁作为最优秀的孩子，表演了一段他自己编排的舞蹈。他的咳嗽声已经完全消失，脸上洋溢着健康的红晕。他的舞姿轻快灵动，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。先生和我坐在前排，看着这一幕，相视一笑。这才是我们用生命换来的最真实的平安符。演出结束后，阿宁跑到我们面前，递给我一束他亲手采摘的野花。安姐姐，谢谢你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。我蹲下身，接过花，紧紧地抱住了他。阿宁，你永远都会好好的。我轻声承诺。岁月如梭，又过去了5年，民国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、更加动荡的时期。但我们的别墅和义学始终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安宁，因为有先生的周密安排和刘管家的高效管理。先生将大部分的生意都转入了不动产和慈善基金，确保了我们的生活质量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也能维持义学的运转。我常与林嬷嬷通信，探讨一些草药和养生的知识。我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，几乎感觉不到当年蛊毒留下的任何痕迹。订婚时静静地躺在别墅最深处的保险柜中，它的光芒早已收敛，但那股纯净的力量却渗透到了别墅的每一寸土地，守护着我们的家园。一天，我收到了林嬷嬷的最后一封信，信中她平静地告诉我，她已经时日无多，她将自己的医馆和所有财产全部捐献给了我们的义学。太太，您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安，老身此生无憾。先生和我立刻赶去探望。林嬷嬷躺在病床上，脸色安详，如同睡着了一般。她微笑着对我说，太太，您救了自己，也救了我们，您是真正懂得施予的人。我握着她的手，泪如雨下。林嬷嬷，您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没有您，我早已香消玉殒。她轻轻摇头，去吧，太太，带着您的订婚石去守护您的平安符。不久后，林嬷嬷安详离世，我们以最高规格的礼仪安葬了她。林嬷嬷的离去，标志着我们与过去那段黑暗岁月的彻底告别。先生将林嬷嬷的医馆盘了下来，交给了几位他最信任的、有医德的年轻大夫来管理，让他们继续行医济世，传承林嬷嬷的人心。义学因为有了新的资金和资源，规模进一步扩大，开始接收来自周边地区的贫苦孩子。我站在义学前，看着孩子们欢快的笑脸，心中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。我的人生从一场阴谋中涅槃重生，找到了比财富和健康更重要的意义，那就是守护和新生。多年后，我与先生已经白发苍苍，我们坐在别墅的藤椅上，享受着黄昏的宁静。阿宁已经学成，他没有选择像苏曼那样追求名利，而是留在了义学，成为了义学的校长。他带着孩子们，将我们当初的理念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先生伸出手，轻轻地摸了摸我手腕上的金丝平安符。太太，我们的平安真长久啊。他微笑着说，眼中是深深的爱意和满足。我靠在他的肩上，目光投向远方。订婚时依然静静地待在保险柜中，但他的力量早已融入了我们所守护的每一寸土地之中。是啊，先生，我们用一场噩梦换来了余生的最真实的平安。那场灾难没有摧毁我们，反而将我们打磨成了彼此最坚实的依靠，变得如同那订婚石一般坚不可摧，永恒纯净。夕阳的余晖洒在花园里，一切都美好而宁静。我们相视而笑，无需多言。所有的故事，所有的痛苦与荣耀，都已化为这平凡而永恒的安宁。